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聊起宝马 GS1250发展史。说到宝马的 GS 车系，玩过的都知道它分为油鸟和水鸟。这两个词儿的意思说的是分为油冷和水冷。不过最早的宝马 GS 车系是风冷的，也就是说它有蜂鸟。只是蜂鸟这个名字不太好听，并且也分为普通道路的 GS 和全地形的 ADV。你可以把 ADV 理解成加强版，有更大的油箱、更好的减震器、更高的挡风板，包括原厂有发动机护杠，配置也更高一些。而且所有厂家的全地形车都是由越野摩托演变而来，宝马的 GS 车系也不例外。比如它的第一代车型是宝马 R80 GS， 发布于1980年到1987年，同年份还有巴黎达喀尔版和达喀尔版。第二代车型发布于1987年到1994年是宝马 R100 GS， 第三代车型发布于94年到99年是宝马 R1100 GS， 第四代车型发布于1999年到2004年。从这一代开始，宝马推出了 R1150 GS， 包括1150 GS ADV。第五代车型发布于2004年到2009年，分为1200 GS 和 GS ADV。第六代升级版发布于2010年到2012年。第七代车型发布于2013年到2019年，这个期阶段它的排量都是1200cc， 直到2019年推出了 R1250 GS 和 GS ADV， 最新款是纪念版黄色版花。除此以外，宝马还有 R65 GS、F650 GS、F750 GS、F800 GS、F850 GS 和 G310 GS。大家要注意点 ，F 系列跟 R 系列不是一个车系，最主要的区别，发动机排列方式就不一样。并且宝马的 GS 车系最出名的两台车，一个是 R80 GS， 一个是 F650 GS。1200不用说，大家都熟悉。我们先从第一代 R80 GS 开始聊，它是一台风冷 797cc 四冲程水平对置双缸发动机，每缸2个气门，最大马力50匹，在6500转爆发37千瓦，在5000转爆发56.7牛米，用的5速变速箱轴传动，干式单板离合器分为电启动和脚踢启动。座椅高度860，装备总重量186公斤，油箱容量19.5升，100公里油耗6升左右。当年最高时速167公里每小时。先大家听一下它的排气声浪。这个时候的 R80 GS 还没有过多的功能，只是一个有越野能力的巡航摩托。但是这台车奠定了宝马在 ADV 领域霸主的存在。直到1987年，宝马发布了第二代 R100 GS， 我们视频里这台是宝马 R100 GS 巴黎达喀尔版。同年份，宝马还有 R100 GS 大黄蜂版。如今最新款的纪念版1250就是纪念的这台车。这是台风冷 980cc 四冲程水平对置双缸发动机，每缸2个气门，最大马力60匹，在6500转爆发44千瓦，最大扭矩在3750转爆发76牛米，5速变速箱轴传动，干式单板离合器，座椅高度850，装备总重量210公斤，油箱容量24升，达喀尔版油箱容量35升，最高时速181公里每小时。这一代最大的改变，除了造型的不同，就是使用了全新的塑料油箱。除此以外，所有配置跟老款的都是一样的。先大家听一下排气声浪。它的第三代车型发布于1994年 R1100 GS， 从这代开始，宝马使用了风冷加油冷的 1084cc 四冲程水平对置双缸发动机，使用上了每缸4个气门，最大马力80匹，在6750转爆发59千瓦，在5250转爆发97牛米。不过依然是5速变速箱轴传动，装备总重量240公斤，最高时速201。相比上一代最大的改变，除了造型不同，用上了全新的4气门技术，包括全新的坐垫，并且同年份发布了一个75周年纪念版，纪念版是红白色版花，但是依旧没有过多的科技性功能。先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它的第四代车型发布于1999年是R1150 GS， 包括R1150 GS ADV。从这一代开始，宝马就有了 ADV 车型。同年份，宝马还有冒险特别版和大黄蜂版。这也是一台风冷加油冷的1130cc 四冲程水平对置双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门，最大马力85匹，在6750转爆发62千瓦，在5250转爆发98牛米，使用了全新的6速干式离合器轴传动。整车装备总重量249公斤，油箱容量22升，最高时速193公里每小时，用上了博世的点火器，包括燃油喷射。全新的仪表盘及标配 ABS。从这代开始有了定速巡航、加热手把、双出排气及更大排量的发动机，并且从这代开始切取铃木的鸟嘴风格。同年份 GS1150 ADV， 油箱容量29升，雪茄的行程长了20毫米，并且挡风玻璃更高，有了新的保险杠辅助，包括雾灯，并且已经有了12伏的电源插座。谢大家听一下排气声浪。它的第五代车型发布于2004年，
分为2100 GS 和 GS ADV， 是一台风冷加油冷的 1170cc 四冲程对置双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门，最大马力98匹，在7阶转爆发72千瓦，在5500转爆发115牛米，6速变速箱轴传动。整车装备总重量225公斤，油箱容量20升，最高时速213公里每小时。相比上一代，增加了可关闭的 ABS、防盗系统、可调节风挡、电气开关。全新的仪表盘包括电子血架，印象之中电子血架是08年才有的。不过从这代开始，它的造型基本已经定型，接下来就是每年的软件升级，包括把油冷也改成了水冷。谢谢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感觉这个车有点细微的杂音。它的第6代车型发布于2010年，分为2100 GS， 包括 GS ADV。同年份还有个3周年纪念版，不过纪念版应该是09年的。不过这次小改款是油冷的最后一代，所以它还是风冷加油冷的 1170cc 四冲程对置双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门，最大马力105匹，在7500转爆发77千瓦，在5750转爆发115牛米，6速变速箱轴传动。整车装备总重量229公斤，油箱容量20升。0-100加速3.6秒，最高时速208。相比上一代，增加了油位警告、电子血架，驾驶员低座包括防盗警告。全新的变速箱、铝制外壳、铝制顶箱、铝制机箱，包括有了气缸盖的镀铬，包括碳纤维的切笼盖、大灯支架及大灯保护器，有色的挡风玻璃和更加出色的性能。给大家听一下这一代发动机声浪。第7代车型发布于2013年，从这代开始就是水鸟，也分为120 GS、GS ADV， 包括9周年纪念版。所以它是一台液冷加风冷的 1170cc 四冲程水平对置双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门，最大马力达到125匹，在7750转爆发92千瓦，在6500转爆发125牛米，6速变速箱轴传动。整车装备总重量238公斤，最高时速215公里每小时。从这代开始增加了模式选择、电控排气阀、全新的悬架、抗扭的钢管结构、万向的轴传动，包括可调节坐垫、5种骑行模式、3种 ABS， 包括4种 ASC 之半主动悬架，离地间隙也比之前的大了10毫米。谢谢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。第8代发布于2019年，分为1250 GS、GS ADV 以及冒险4周年纪念版。这是台液冷加风冷的 1254cc 四冲程水平对置双缸发动机，每缸4个气门，最大马力达到136匹，在7750转爆发100千瓦，在6250转爆发143牛米。整车装备总重量268公斤。相比上一代最大的改变，使用了全新的 TFT 液晶仪表盘、LED 大灯，包括动态气应力控制，集成的 ABS， 包括3种骑行模式，山坡起步控制，包括 USB 充电插座，座椅加热个性化骑行模式。另外，全系标配智能紧急呼叫，在发生事故的时候，医护人员可以第一时间到达现场。另外还有电子血架，带有全自动负载补偿功能。其实1250它的功能特别多，未来有时间单独出期视频吧，顺便详细聊一下宝马这些功能有什么用。视频最后总结一下，我只玩过08款的 GS ADV， 并且当年是玩的水车，所以08款之后的 GS ADV， 包括普通版的 GS， 可能我说的也不是太清楚，哪里有不对，各位大佬多多指点。另外 GS 它的优点在于非铺装路面骑行，如果你在街区骑行，买一个 XR 就行，完全没有必要买 GS。而且这台车型哪儿都好，就是电控系统容易出现故障，而且维修保养也不便宜，所以你如果喜欢，一定要买成大帽，千万不要买水车，即使再便宜，因为这种车型就是旅行车，你买一个水车去哪儿旅行？千万不要学我偷摸的街里面骑了3个月，赶紧卖掉，警察追的时候都不好钻车缝。而且你如果不是资深的长途摩旅爱好者，我更推荐你选择 F750， 包括 F850 GS， 我觉得那个排量刚刚好，甚至选择宝马900 XR 也可以。第一是因为非铺装路面国内已经不是很多，第二只有你等红绿灯才可以感受得到，第三去 4S 店保养，包括出现故障，你才能知道宝马到底哪儿好。假如你都不在意，那么宝马 ADV 绝对是最好的全地形车，尤其走到非铺装路面，宝马永远是宝马。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